60歲那年，我纏綿病榻，手術需要家人簽字，我才得以見到分居多年的丈夫。老頭子同意繼續治療吧，我還想陪孩子們。嚴懷海卻一臉不耐煩，害人精，我真不知道你活下去有什麼意思。要不是當年你用婚約要挾我，我就能和嘉欣在一起。如今他為了我離婚回國，我們很快就能重新在一起。你不要再耽誤我了。我眼睜睜看着我的丈夫簽下放棄治療的協議書，親手拔了我的氧氣面罩。再睜眼，我重回90年代，看着家門口和林嘉欣拉拉扯扯的嚴懷海，我堅定道：我要退婚。這一世，他的賢妻誰愛做誰做，老娘要趁改革春風做第1代女老闆。大家好，開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給人間煙火點個訂閱，我將會分享更多優質的內容。再睜眼，我呆呆地看着牆上掛着的生肖日曆。1997年3月，離我跟嚴懷海結婚還有1周。我驚得從床上衝到鏡子前，看着自己青春的面龐愣神，手上是沒被家務摧殘的細嫩皮膚。我顫抖着抬手捂住心口，激動得幾近落淚。我還沒踏入婚姻的牢籠，一切都還來得及。還沒等我完全清醒過來，院子外面就傳來動靜，是嚴懷海。他一臉激動地拽着林嘉欣表白心跡。嘉欣，這一輩子我再也不會放開你的手了。失去你以後，我才知道我有多後悔，跟不愛的人共度一生，太痛苦了。我不想再等到他60歲才死了。這輩子不，我要我們現在就在一起。走，我們現在就去退婚。嚴懷海的話聽得我心裡一震，我幾乎是不可控地看着門外那張尚且青澀的臉，他的話裡話外都透露着一個事實：嚴懷海也重生了。上一世，嚴懷海狠心拔了我的氧氣面罩，卻還要在眾人面前裝情深。趕來的醫生、護士都紛紛安慰他：嚴教授，您和妻子這麼多年相濡以沫，我們知道您做這個決定是迫不得已，不忍心看他在受苦，請節哀。是啊，我們都知道教授您情深，人生很長，你也要向前看。可只有我知道，嚴懷海只是因為過度激動而流淚。他裝出一副難以接受的樣子，帶着花踉蹌着離開，努力維持着他在眾人面前好丈夫、好教授的樣子。實際上，他已經等不及要去機場接回他愛了一輩子的女人。花瓣砸在地上，被嚴懷海的鞋底踩出汁液，染得污糟一片，如同我這荒唐的一生。我閉上眼，徹底失去意識，一氣長鳴。滴，思及此，我攥緊了拳頭。爸媽見我呆愣站在門口的樣子，以為我是難過，冷着臉對着嚴懷海破口大罵：你們嚴家還真是白眼狼！這些年，看在兒女婚事的份上，我們許家對你們家是有錢出錢，有人出人。當年你媽病重，還是我和梅兒拉着板車，頂着大雪天把人送到醫院裡去了。現在你卻說你不喜歡梅兒了。我和嚴懷海是爺爺輩定下的娃娃親。嚴懷海家境很差，家裡基本上靠着借錢過日子，而我爸媽看在這場婚約的面子，也願意時常幫襯他家2把。身旁的林嘉欣可憐巴巴地看向嚴懷海，委屈道：懷海哥，你千萬別因為我跟許梅姐鬧得不愉快。許叔說得對，你必須跟許梅姐結婚，畢竟受了人家這麼多恩惠，你得還。即使我再怎麼深愛你，也必須放手。林嘉欣看似理中客的一番話，聽得嚴懷海看向我的目光更加嫌惡。後面嚴母氣喘吁吁地趕來，抬起巴掌做事就要打他。不孝子！許家對我們有大恩，梅兒更是救過我的命。
你要是退了親，我們家也沒臉也在這裡生活了。可是嚴母的巴掌舉了又舉，終究還是沒捨得落下。這是等着我和以前一樣心疼地衝上去攔呢？狗屁！我現在巴不得親自上手2巴掌呼死嚴懷海。既然重來一世，我再也不要做他嚴懷海的賢妻良母了，我要做回我自己。好，我同意退婚。不光是嚴懷海，就連其他人聽到我的話都愣住了。整條街都知道，我從小就喜歡嚴懷海，怎麼會這麼輕而易舉的就答應退婚了？嚴懷海不敢置信地問道：“許梅，你真的捨得和我退婚？”我嗤笑一聲：“當然不捨得。”林嘉欣一聽這話，當即別過身，假模假樣地掉了2滴眼淚。既然許梅姐執意抓着你不放，不願意成全，為了你的前途，我自願退出。懷海哥，我們還是分開吧。嚴懷海心疼，將他一把摟進懷裡，回頭朝我露出果然如此的表情，神色頓時就不耐煩起來。但我緊接着說道：“所以你得還錢。這些年，我們家裡裡外外給你們家花了不少錢，這可都是看在咱倆的婚事面子上。現在你既然要退婚，這個錢總得還清吧？”嚴懷海完全沒想到我會找他要錢，畢竟按照我性格，恨不得巴巴給他送錢了。如此，他便下意識以為這是我放不下他，用錢逼他就範的手段。嚴懷海滿臉嫌惡，張嘴就要答應，但又馬上反應過來，1997年他還沒有成為德高望重的教授，口袋裡根本就沒有錢。知道你沒錢，打個欠條吧。諾，紙筆都準備好了，按2厘利算，1個月10塊，分3年，按時還錢。嚴母佔慣了我們家的便宜，一下子看到我變得如此冷淡決絕，有些猶豫地扯住嚴懷海的衣角，低聲勸道：“兒子，一下子給出這麼多錢，咱們家的日子還過不過了？聽媽的話，你跟許梅說說好話。這錢要不就……”嚴懷海上輩子就是看不起我們家這種投機倒把的商人，偏偏我們家對他有恩，逼得自命清高的他不得不低頭。這輩子重來，他心裡憋着一股氣，怎麼可能向我低頭？二話不說，拿起筆就開始寫欠條。媽，你別說了，縣裡那個公費留學我已經申請了，我肯定能入選。等到時候我學成歸來，他們家這點投機倒把搞來的小錢，我根本看不上眼。一旁的林嘉欣更是柔聲附和道：“懷海哥，雖說你現在條件不好，但是我不介意。即使許梅姐記仇，不願意給錢了，憑你自己的本事，以後一定有大出息。”這一句給嚴懷海感動得直泛淚光，隨即一臉倨傲地朝我遞過欠條，抬着下巴：“還就還，我還告訴你，這輩子沒有你許梅，我嚴懷海照樣能過得很好。”我接過欠條，半點不在乎嚴懷海的狠話，心裡已經默默有了盤算。當年我對經商頗有興趣，但嚴懷海非說這是投機倒把，丟他的臉，我這才無奈回歸家庭。既然重來一世，又趕上如今改革開放如火如荼，就該痛痛快快地幹。這輩子我只取悅我自己，何況當年沒有我為嚴懷海東奔西跑，他以為他那個留學名額是怎麼來的？嚴懷海當真是等不及了，才解除婚約，就迫不及待和林嘉欣辦婚禮了。相比起前世我扯匹紅布就結婚的窮酸，如今嚴家可是擺足了排場。嚴懷海借錢都要給林嘉欣買婚紗，彩禮4大件更是一個不少。隊伍熱熱鬧鬧地繞着縣城逛了一圈，才到嚴家的老房子。街道裡的趙大娘見我看得愣神，立馬啐了一口說道：“忘恩負義的東西，你別看他表面風光，背後欠了一屁股債呢。
街坊裡能借的都借了，說什麼以後留學獎金下來了雙倍還，八字沒一撇的事兒，還給別人許諾上了。梅兒，你別傷心，以後大娘再給你介紹的更好的。傷心？我根本沒時間傷心。此後的20年是中國經濟騰飛的20年，我得好好把握這個時機，狠狠地掙錢。到時候什麼李淮海、張淮海、趙淮海，我要什麼沒有？想到這裡，我忙將手裡的貨物往前遞了遞。謝謝趙大娘。大娘，你看，這個叫牛仔褲，南方那邊可時興了呢。大娘，你看看，沒有喜歡的，我給你打8折。明天我這個服裝店正式開業，你可得領着其他人多給我捧捧場。趙大娘一聽這話，笑得眼睛都看不見。但萬萬沒想到，晚間我上貨的時候，居然看見嚴淮海和林嘉欣過來了。啧，你忙活半天就盘了這麼個又小又舊的鋪子啊？算了，嘉欣，你看有沒有你喜歡的那個褲子賣？我朝嚴淮海翻了個白眼，嘴巴毫不留情。我們店只收現錢，不能打欠條。嚴淮海自尊心受損，立馬抬高了音量喊道：“你看不起我，嘉欣，你儘管挑，我給你買，付現錢。”我看着賬本頭都沒有抬一下，嘲諷道：“這借來的錢花起來就是不心疼。”但我沒記錯的話，林嘉欣，你考的舞蹈學校馬上要交報名費了吧？林嘉欣拿起牛仔褲的手瞬間垂了下去，試探性地看向身後的嚴淮海。淮海，報名費要100塊呢，這褲子舊。嚴淮海還是硬氣的不行，立馬掏出錢道：“買，你喜歡就買。許梅，你別以為有2個臭錢就能讓我們低頭。嘉欣跟你這種滿身銅臭味的人不同，我根本不生氣，反倒是笑眯眯的收錢找零，將褲子打包好遞了出去。畢竟誰會跟錢過不去呢？不對，嚴淮海會。臨走的時候，嚴淮海還傲慢地敲了敲我的櫃台：“明天縣裡那個大會，你記得參加。到時候會上會宣布我公費留學的通知，還會發一大筆補貼。欠你的錢，我一口氣就能還清。好好睜大眼睛看看，沒了你，我過得有多好？是啊，沒了我，你還能當上教授。但我面上不顯，只是神色淡淡的應好。”隔天，嚴淮海穿上自己最貴重的一套中山裝，渾身散發着意氣風發。今天連省城裡面的領導都會來，不知道多出風頭。這段時間因為悔婚、借錢的事兒，街坊們在背後嚼舌根的不少。嚴淮海忍辱負重，就等着今天可以好好揚眉吐氣。嚴母甚至是半個月前就到處宣揚自己的兒子要出國了，吆喝了半條街的人過來，喜糖都揣在兜裡了，就等着就派發。街坊四鄰更是奉承的話說個不停。我活這麼多年了，連省城都沒去過，淮海年紀輕輕能去國外，真的是有出息。是啊，我聽人說回來以後就能去首都當老師的老師，搞什麼科學研究，以後都能上電視表彰。這一輩子就算有了。淮海，你以後發達了可別忘了我們，說出去街坊四鄰的我們都跟着沾光呢。一句又一句的馬屁拍得嚴淮海忘乎所以。嚴淮海見我來了，將下巴抬得更高。下次見面你可要叫我嚴教授了。你也不看看你自己，一個投機倒把賣貨的，怎麼配得上我？我沒有生氣，反倒是笑着回應道：“嚴教授，放尊重點，現在已經沒有投機倒把了，這個叫經商。”嚴淮海從鼻子裡面哼了一聲：“哼，倒是會狡辯。我告訴你，從今以後，沒有人會說我嚴淮海是負心漢，都只會說你是你許梅配不上我。”大會的賀詞說了半個鐘，
接下來就是激動人心的宣布時間了。話筒裡傳來一個個申請人的名字，宣布着是否入選。冀中未入選，於真浩未入選，林憲入選。一聽到這個名字，嚴懷海笑得更加燦爛。上輩子只有他和這個叫林憲的成功入選，看來這一世什麼都沒變。向天良未入選，嚴懷海喊到名字一瞬間，全場的目光齊刷刷地往嚴懷海身上聚焦。他滿臉得意地站了起來，理了理衣領，將身體繃得筆直。只要入選，他就還是上輩子那個受人敬仰的嚴教授。林裡的指指點點，家裡借的錢，甚至是林嘉欣的報名費，一切問題都會迎刃而解。他會擁有最幸福、成功的人生。嚴懷海甚至已經迫不及待往前邁出半隻腳，目光輕蔑地掃過我。但下一秒，話筒裡傳來聲音：未入選。嚴懷海的身子僵在原地，當場難以置信地拔了音量。什麼？主持人也只好尷尬地又重複了一遍：嚴懷海同志未入選，抱歉，你先坐下吧。但嚴懷海仍舊是紋絲未動，最後還是一旁的嚴母嫌棄丟人，將嚴懷海硬生生拉到椅子上坐下。嚴懷海幾乎是癱在椅子上的，臉色蒼白的不行，渾身顫抖，嘴裡不斷喃喃地重複道：這不可能的，不可能。等這個環節一結束，嚴懷海幾乎是踉蹌着跑了過去。他一把抓住負責審理的錢主任，劈頭蓋臉的就是質問：怎麼沒有我？為什麼沒有我？明明是有我的，是不是你上輩子嫉妒我跟你競選常委，所以這輩子害我？錢主任的袖子都被嚴懷海扯到變形，人也被着實是被嚴懷海的風言風語整得有些生氣，但還是耐着性子給他解釋：我不知道你在胡說什麼？咱們這個審理是按照成績來的，名額只有一個。林憲同志比你高了1分，自然應該他先入選。懷海同志，你是第2名，也是很優秀的，要放平心態看待這個事。嚴懷海瘋得更狠了：一個不是2個嗎？上輩子就是2個，我怎麼放平心態？我這輩子就靠這個翻身了。你們好好查查，我不可能記錯的，一定是你們搞錯了。錢主任的好脾气也被他磨沒了，看他太過激動，也怕他鬧得不得安寧，只能讓警衛把他架出去，好好冷靜一下。嚴懷海被人攔在大禮堂門口，嚴母和街坊四鄰自覺丟臉，早就走了。他一個人蹲在牆角處，看着面前公示留學名單的告示，又哭又笑，身上貴重的中山裝早已皺皺巴巴，頭髮也在掙扎中凌亂不堪，哪有半點他自詡的清高的文化人模樣。我冷眼看着他瘋到沒勁了，才走上前淡淡問道：嚴懷海，你知道你上輩子為什麼能被選上嗎？嚴懷海頓了一瞬，隨即迅速地起身，睜大了眼睛看着我，滿是震驚。上輩子？難道你也？我搖搖頭笑了笑，並沒有回答這個問題，而是緊接着說道：那是我為你求來的，名額本就只有一個，上輩子是我苦求錢主任看在你是第2名的面子上，給你一個機會，甚至連自費都提出來了。我都已經記不清求了多少人，吃了多少閉門羹，才被勉強同意。你難道一直不奇怪，為什麼只有你的錢是直接寄到你手上嗎？嚴懷海立馬反駁道：不可能，是你胡說八道，那是我靠自己的真才實幹選上的，明明上輩子是你多管閒事，我才會背後被人說是走後門。我看着嚴懷海，眼神平靜。留學第1個月補貼是800塊人民幣，是我那些年的全部積蓄。留學第2個月是815塊人民幣，
你不願意我做生意，那是我幫人拉煤，到處撿紙皮，從嘴巴裡省出來的錢。留學第3個。嚴懷海難以接受般的朝我喊出聲：“別說了，我讓你別說了，牛頭不對馬嘴，瞎說，騙子！”可是叫喊的聲音越來越心虛，音量也低了下去。嚴懷海其實心裡清楚，留學那段時間他連一封信都沒有給我寄過，我怎麼可能會知道這麼多細節？唯一的可能就是我說的是事實。可他不願意相信。你從小自尊心強，我為了給你的面子才瞞着你，嚴懷海。可我等到的是什麼呢？你留學回來就看我這個糟糠之妻，眼睛不是眼睛，鼻子不是鼻子的，嫌棄我一身銅臭味，嫌棄我沒文化。你的書房更是不讓我這種人進半步。我臨了的時候那麼拼命想活下去，你更是親手送我去死。我的胸膛劇烈的起伏，上輩子的委屈和心酸更是堵着整個胸膛，左右不得出，只好從眼角肆意流淌出來。所以嚴懷海，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，你活該。我轉身離開，沒再看他一眼，走出不過2步，身後傳來嚴懷海狂妄自大的聲音：“你以為這樣就可以逼得我這輩子還會向你低頭？你別痴心妄想了，即使沒有你，即使做不成教授，我這輩子照樣能過得成功美滿。”林嘉欣漂亮溫柔，又是學跳舞念過高中的，不知道比你好千倍萬倍。你等着看吧，這輩子你照樣配不上我。好，我等着。梅兒大娘在婦聯工作，認識政府宣傳部工作的一個小伙子，人周正老實。你看看，周末要是有空去見見唄。我搖搖頭，笑着往趙大娘的塑料袋裡塞了雙襪子。大娘，我那頭的音像店才剛剛開門，現在是真沒心思說這些，還是謝謝大娘關心我，又這麼照顧我生意。這是廣州新進的襪子，我送您一雙，您幫我看看舒不舒服？趙大娘佯裝惱怒地點了點我的額頭。你呀，不過也好，還好當初你沒嫁給那個嚴懷海，不然你的日子哪有現在過得這麼紅火？你還不知道吧？他現在就是個破落戶。趙大娘身子往前一趴，就開始壓低聲音朝我說八卦。嘖，吆喝了那麼大一群人去看他，結果沒選上，你說丟人不丟人？再說這當初可是打着這個名頭借了不少錢呢。現在雖說分配到了小學當老師，一個月有50塊錢的工資，但他借的那些外債，不知道猴年馬月才還得清。別人好心給他介紹個活，他還不識好歹，硬說別人侮辱他，真的是眼睛長到天上去了，家裡都快揭不開鍋了，還瞧不起這個，瞧不起那個的。看來背後真不能說別人閒話。趙大娘這頭正說着，嚴懷海就低着頭朝店裡走過來了，二話不說，上來就敲敲我的櫃台，頤指氣使道：“許梅，你出來一下。”什麼東西？你讓我出來，我就出來。還真是上輩子把我當免費保姆使喚慣了。我冷着臉，眼神都沒分他一個。店裡生意忙，我走不開。你有什麼事，就在這裡說吧。嚴懷海沒想到我會這麼不留情面的拒絕，一時間被我噎得說不出話來，只能扭扭捏捏地從提包裡掏出一個塑料袋，裡面赫然是上次他給林嘉欣買的牛仔褲。你給我把這個退了。我抬頭掃了一眼，退不了，這褲子吊牌剪了，也穿過，水洗過。嚴懷海不肯。憑什麼？這褲子分明就沒穿過幾次，為什麼不給退？許梅，你別因愛生恨，得不到我就開始針對我。還沒等我反駁呢，俠肝義膽的趙大娘一把擋在櫃檯面前，指着嚴懷海就開始罵道：“嚴懷海，你還要不要點臉？
哪有拿着穿過的衣服要退錢的道理？你是不是就是看許梅好欺負，變相找她要錢，還因愛生恨？我呸！你哪裡來的臉？人家許梅現在開了2家店，馬上就是萬元戶了，不知道多少人搶着處對象。好在當初你自己瞎了眼退婚，不然許梅不知道被你拖累成什麼樣。趙大娘一發聲，這街坊四鄰說3道4的聲音壓得嚴懷海根本就抬不起來頭，一張臉憋得通紅，只好硬生生拽着我往外走，直到巷子拐角處才出聲道：“許梅，不退也可以，你幫林嘉欣把報名費交了吧。”我嗤笑一聲：“憑什麼？我是他媽呀！”嚴懷海居然還板着個臉教育起我來了。可你上輩子不都是一直給他錢嗎？何況他上輩子是因為你才崴了腳，上不了舞蹈學院的。許梅，你這是贖罪！我毫不掩飾地朝嚴懷海翻了個白眼。第一，上輩子是你拿家裡的錢養他，但凡我說個不字，你就要給我甩臉子。我為了家庭，為了孩子，我是沒辦法才答應，害得家裡一直被他吸血。第二，他崴腳根本就不是我害的，是他自己摔的，醫院都說了，他的腳根本就沒事。再者，就他那個倒數的舞蹈水平，也就你這種豬油蒙了心的，會信他能考得上。嚴懷海下意識就開始維護林嘉欣，你別想着為自己開罪，就污衊嘉欣。他一直是舞蹈班的翹楚，明明就是能考上。嘉欣跟你這種眼裡只有錢的人不一樣，他高潔優雅，念過書有文化，他才是真正懂我的人。要不是你，我上輩子早就跟嘉欣在一起了。好在最後他為了我離婚，我真的是被他蠢得受不了了，直接開口打斷嚴懷海：“理你個頭！是當初林嘉欣結識了國外有錢的富商才出國的，還是當的情婦，根本就沒結婚。後來歲數大了，在國外沒人要了，又看你如今在國內混得好了，才會突然回過頭找你。你還真信那種為了讓你幸福，我選擇放手出國的屁話呀！你真是蠢得可以。”又看嚴懷海氣鼓鼓的模樣，我實在不願意和他多費口舌。行行行，我也不多說了，這輩子我可沒害他崴腳吧？你讓林嘉欣考一次，回頭私下去問問成績。還有，既然你覺得你的嘉欣高潔，那就看看這輩子你沒錢沒名以後，他還是不是照舊對你情深似海。嚴懷海將牛仔褲塞進皮包裡，惡狠狠地朝我說：“鬼話連篇，嘉欣根本就不是你說的這種人，我會向你證明的。”後來不知道嚴懷海是從哪裡借的錢，反正林嘉欣是去參加考試了。放榜那天，我正在服裝城裡上貨，現在又盤了個上下2層的鋪子，生意越做越大，我也越來越忙了。趙大娘的小孫子突然衝進來找我，急匆匆地說：“許梅姐，你快去幫幫我媽吧，那頭婆婆跟媳婦吵架，我媽一個人根本攔不住，險些連她都傷到了。”趙大娘是婦聯的，平時也會和負責一些婦女之間的矛盾調解，情緒上來了，打人見血都是有可能的。我二話不說，跟着小孫子就往外衝。到了地方才發現，吵架的居然是熟人，嚴母和林嘉欣。嚴母被趙大娘一把抱住，人還在不停掙扎着，指着林嘉欣就罵道：“小狐狸精，天天花錢買衣服的，家裡都被你敗完了，臉上更是塗啊抹呀，不知道畫給誰看，一分錢不掙，家務活也不做。在家跟大爺一樣的，懷海怎麼娶了你這個禍害回家？”林嘉欣情緒也上來了，伸出頭對道：“那是你兒子願意。再說了，我是跳舞的，舞蹈家的手怎麼能洗衣服做飯呢？”嚴母火氣更盛，伸出手就開始扯林嘉欣的頭髮。
他連房子都抵押了，說是要給你交什麼報名費。現在你說你沒考上，你對得起我兒子嗎？你對得起我們家嗎？今天要不是被我發現你在河邊洗衣服，發現跟你躲在小樹林裡那個洋鬼子親嘴，我兒子頭上這頂綠帽子不知道還要戴到什麼時候。林嘉欣吃痛尖叫，立馬就開始伸出指甲撓嚴母的臉，開始還手。兩個打的是烏煙瘴氣，難捨難分。住手！都給我住手！嚴懷海回來了，在警察出面下，幾個人勉強安定下來說話。嚴懷海看着圍着裡三層外層看熱鬧的人群，一臉的羞憤難當。你們倆這是要幹什麼？非要把我的臉都丟光嗎？這以後我還怎麼抬得起頭？嚴母一把抱住嚴懷海，就是開始哭着控訴道：“我弟兒啊，你可算來了！這個小賤人被我發現在外面偷人之後，就收拾東西要走。咱們家當初娶她，欠了一屁股債，他現在傍上有錢人就要走了，沒有天理啊！”嚴懷海顯然沒有接話，反倒是冷着臉質問林嘉欣：“林嘉欣，你跟我說你是發揮失常，可我到你們學校去問了，你們老師說你3天2頭的不來上課，成績老是倒數，還跟一個外國人走得很近，成績一直拿第1的是你的同班同學吳嘉欣，你一直在騙我，是不是？”林嘉欣有些惱羞成怒：“你居然查我，我問你是不是？”面對嚴懷海的質問，林嘉欣有種破罐子破摔的坦然：“是，既然你發現了，我也就不粉飾太平了。你媽說的是真的，你說的也是真的，但這一切都不怪我。你說你能當上教授，能出國留學，拿大把的補貼，以後飛黃騰達，我才跟着你的。”林嘉欣輕蔑地看着嚴懷海說道：“可你看看，結婚之後我過的都是什麼日子？彩禮是氣派，但那些全都是借來的。每個月到發工資的日子，家裡那些要債的人恨不得連鍋都拿走，頓頓飯連豬油都捨不得放，更別提婚星了。唯一一件新衣服，你還要拿去退。像你這種沒出息的窮鬼，除了死清高和骨氣，你還有什麼？眼高手低的，不正放下身段去掙錢？嫁給你，我悔得腸子都青了。”林嘉欣的一番話震得嚴懷海難以相信，他幾乎是用乞求的目光望着他：“難道我對你不好嗎？學費、生活費都是我借錢給你交的。嘉欣，雖說現在生活差了，可你當初嫁給我，不是說不在乎我的家境如何，有沒有錢？你說我們一起奮鬥，會把日子過好的。”林嘉欣冷哼一聲：“這種鬼話你也信啊？沒有錢，你拿什麼給我好日子？我告訴你，我過幾天就要跟着我男人出國，他是富豪，在美國可是有工廠呢。咱倆趕緊把婚離了，我是不想再跟你這個廢物有半點瓜葛了。”林嘉欣沒再多解釋，一把推開嚴懷海，朝外面走遠。“賤人，你給我兒子戴綠帽子，害我們家背了那麼多債，居然就……”嚴母指着林嘉欣的背影就開始叫罵，說着說着，氣血翻湧，就開始大喘氣，上氣不接下氣，身體也逐漸軟了下去，哮喘發作了。“梅兒，謝謝你，要不是你，我媽可能就……”我立馬抬起手，打斷了嚴懷海的話：“今天換做任何一個人，我都會救的。你好好照顧你媽吧，我店裡還有事，我先走了。”嚴母立馬拉着我的手說道：“梅兒，都是林嘉欣那個賤人不好，當初要不是他勾引懷海，你們倆的婚事就成了。都說患難見真情，你是真心人啊。聽說你現在還沒談朋友，是不是？這樣，媽做主了，懷海，你趕緊跟那個小賤人離婚，娶許梅。我早就聽說許梅的鋪子生意好了，改天我老婆子也去櫃檯上幫幫忙。
算盤珠子都要崩我臉上了。我原本還算溫和的臉色立馬沉了下來，對這個老婆子升起的憐憫半點都沒有了。我好好的發什麼慈悲救人啊！我扯開嚴母的手，冷漠道：“不可能，我沒結婚，是我不想結婚，跟嚴懷海半點關係沒有。至於我和他，我這輩子不可能和他結婚的。你死了這條心吧。”我笑了笑，存心惡心嚴母和嚴懷海，因為我許梅不嫁二婚男。看着面前嚴母和嚴懷海臉色鐵青，被我羞得說不出話的樣子，心裡爽得不行。我微微抬起下巴，輕蔑地笑了笑，轉身離開。但似乎我的拒絕並沒有讓嚴懷海死心。第二天，他就拎着雞湯出現在我影像城的門口。我看服裝店你不在，就猜到你在這裡。我親手燉了點雞湯，我媽覺得味道不錯，我拿點給你嘗嘗。我沒有伸過接過，不用，你自己喝吧。許梅，別抗拒我，就當是我在報恩，也當是為我這輩子、上輩子幹的錯事賠罪。我冷冷地看他一眼，報恩可不敢這麼說。你功成名就之後，不知道多少次冷嘲熱諷過我。當年要不是為了報恩，我怎麼會娶你這麼一個女人？就知道投機倒把，不知道看看書。你要真知道錯了，就趕緊滾，越遠越好。我不想再跟你有任何瓜葛，更別讓我一身的銅鏽味玷污了你這樣清高的讀書人。嚴懷海被我說得抬不起頭來，一張臉臊得通紅，不知道沉默着站了多久。等我再抬頭的時候，人已經走遠了。小豬，下次他再來，就別讓他進來了。這段時間，嚴懷海頻繁來我店裡刷存在感，好在我已經跟店員吩咐過了，將他死死攔在門外。直到1個星期後，他才在倉庫後門堵到我。剛一見面，嚴懷海就迫不及待地開口道：“許梅，對不起，我知道這句對不起早該對你說了。我自尊心很強，你見過我那麼多狼狽醜陋的樣子，所以我總下意識貶低你，就像是貶低我不堪我過去一樣。我現在才知道我錯的有多離譜。梅兒，你才是真心對我的人。那些年為我操持家事，為我生兒育女，是我明白的太晚了。這輩子我一定會待你如珠似玉，對你好的。你相信我。”這句道歉是真正意義上的恍若隔世。解氣嗎？我只是覺得遺憾，上輩子怎麼喜歡上這麼一個人，白白浪費了一生。我看着嚴懷海依舊風華正茂的臉，心裡升起的只剩下平靜了。我聽到了，但是不接受。我沒有辦法替上輩子的自己原諒你。這輩子的我有錢有顏，有大把的青春。那上輩子呢？我纏綿病榻許久，你有看過我一眼？50年的冷暴力、鄙夷，還有晚年的婚內出軌。我深吸一口氣，緩緩說道：“你不是自尊心強，你是自卑，你是個膽小鬼。你只能通過不斷地打壓我，獲得優越感。你以前經常說，沒了你，我哪能過上現在的好日子？可你嚴懷海沒了我，就是一坨狗屎。”我從口袋裡抽出一張請柬，塞到嚴懷海的手裡，用當初嚴懷海的話回敬他：明天我的大酒樓開業，記得來捧場，好好睜大眼睛看看，沒了你，我過得有多好。嚴懷海沒來，他或許躲在人群裡，在旁邊看着，但這對我一點兒也不重要了。剪彩、接待、收銀，我忙得不可開交。有了上輩子的記憶，什麼多拉一位顧客，飯費立減10元，開業前3天水果免費吃，錯開飯點來吃打9折之類的現代營銷手段被我玩得順手，直到深夜算賬的時候，才偶爾聽到小豬同我聊閒話。梅姐，你知不知道那個嚴懷海老師的工作被擼了？我數錢的手一頓。
這個工作也能被擼？小豬點點頭，繼續說：是房子的問題。當初不是抵押房子給林嘉欣交報名費嗎？結果錢一直還不上。抵押的那個公司也不是什麼靠譜的，利滾利的。更可怕了，房子不僅沒了，錢也還不上了。最可怕的是，那群要債的還找到學校裡去了。雖說這事是違法的，但那些小孩都被嚇壞了，家長一個接一個的投訴，所以工作就沒了。現在我們那塊都拿他們家都當瘟神呢。之前借過錢的，戳着他脊梁骨罵，天天催着他還錢。家裡買的4大件全都被拿去抵債了。聽說他母親的哮喘犯了都沒錢治，我拿皮筋將錢紮成一捆，只是附和着說道：是嗎？這次不發慈悲了。上輩子他把我養氣管的時候，將我送上死路的時候，不知道有沒有想過這一天呢？放下助人情節，尊重他人命運。這輩子他嚴懷海自己種下的惡因，那就得自己吃下這個苦果。小豬，以後酒樓這邊你就是代理店長了。縣城市場畢竟有限，這段時間我要去省城看看，省城到底是先進不少。如今經濟發展快，縣裡我開的那些服裝、影音店可能未必照樣受歡迎，但畢竟是90年代，溜冰場、卡拉 OK、網吧、手機店、電腦城、娛樂城，還有各種的奶茶店，這才是這個時代受追捧的東西。從這些地方出發，很快就有了成績，一步步從徐姐、許老闆、許總到如今的許企業家。至於嚴懷海，到了省城後，我便很少聽到他的消息了，只有父母回去探親時，偶爾提到的只言片語，說什麼他現在幹起以前最瞧不起的活，在賣玩具。又說他母親病重不治去世了，他被催債的人攆得到處亂跑，不小心腿被車撞瘸了。但最多的還是說我有出息，電視裡、報紙裡都說小縣城裡走出一個大企業家，街坊四鄰說認識我沾光，全靠我出資。縣城的柏油路是第一個修起來的，我沒發表評論，笑着把新買的衣服、首飾往爸媽身上套。上輩子我是一個家庭主婦，手心向上，跟着嚴懷海過日子，根本沒錢給爸媽買什麼好東西，更別提照顧了。現在有錢又不用看別人臉色，我巴不得什麼好的都買給爸媽。好了，梅兒，這首飾重的都戴不下呢，老婆子你就戴着吧，都是女兒的心意。現在回去，誰不說我們梅兒有出息？一晃又是20多年，可能是這輩子過太幸福，我已經都快忘了上輩子的事情了。就是今天帶着女兒回縣城看爸媽，看到有個推着爐子賣烤紅薯的瘸腿男人，格外眼熟。媽，我在外面上大學，食堂裡連個烤紅薯都沒得賣，慘死了。我笑眯眯地停下車，帶着女兒去挑。賣紅薯的男人頭髮花白蒼老，手掌粗糙，劣質的棉帽已經有些脫線了，佝偻着身子往爐子裡塞着烤紅薯，整個人顯得灰蒙蒙的。是嚴懷海。四目相對時，他顯得格外的尷尬，伸出手胡亂地正了正自己的帽子。梅兒，好久不見。我點點頭，算是回應。臨走的時候，嚴懷海死活不收錢，說是請小孩吃的。拉扯之際，我聽見身後有人喊我，是我的丈夫林憲。他捧着一大束花，打開車門，笑着朝我一路小跑了過來。國外有個座談會，實在是耽誤了，剛下飛機我就搭車趕了過來，希望咱們美麗的許小姐不要生氣，結婚紀念日快樂。我搖搖頭，收下花，不用這麼趕，也就是個普通日子。你看你，眼下全是黑眼圈。女兒在一旁起哄，林教授幹什麼呢？
都老夫老妻了，搞這麼肉麻。林憲笑了笑，佯裝嗔怒：“哎，你媽媽在我這裡永遠都是小姑娘。”林憲從皮夾裡掏出錢，塞到嚴懷海手裡，笑得幸福而燦爛。15塊錢4個，我只有20的票子，沒有零錢了，剩下就都給你吧。今天我跟妻子結婚紀念日，都開心開心。路過的行人忍不住小聲議論，這就是夢想中的愛情。年少夫妻走到兩鬢微白，恩愛不已，聽得嚴懷海眼角泛紅。我們一家3口轉身走遠。梅兒，花我給你先拿着，走，咱們一家去逛超市。我做的可樂雞翅，你媽當初吃了可是嗷嗷叫呢。林憲，別胡說八道，我當時就是驚訝，一個拿筆桿子的怎麼還會拿鍋鏟？那又怎麼了？我不但能拿鍋鏟，還有掃把、拖把。我被林憲孩子氣的話惹笑了，目光落在他懷着的那束花上，鮮豔欲滴。這一世，每一片花瓣都被他小心翼翼地抱在懷裡，細心呵護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麼想說的、想吐槽的，歡迎在下方評論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給人間煙火點個訂閱，我將會分享更多優質的故事內容。